我是小汪。段永平一直是我最推崇的华人投資者，沒有之一。在11月11日下午，雪球的創始人和董事長方三文對話知名投資者段永平，圍繞他的個人經歷、投資理念、對公司的理解、對持倉股的分析、對教育的看法等話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這也是段永平自步步高退休以後20多年來難得的一個視頻對話，也許也是唯一的一次对话视頻對話。那我看完之後覺得真的滿满都是乾貨，就是段永平這種悟性極高的人中龍鳳一生的思想精華的總結呀。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就能夠深刻理解並能夠知行合一的執行他那些話那些觀點，絕对會大大提升一个人的人生。而且不分年齡段，就青年中年那當然是最有效的哈，因為他這個時候年輕。那即便老年人呢，也會在投資和如何過好剩下的人生這方面受益匪淺。這就是那種我特別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學習並充分理解的乾貨。那視頻呢太長，我就把核心思想都提煉總結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起提高認知，創造財富。我也會對那些我不是非常贊同的他的觀點，談談我的看法，以及我覺得有必要非常要強調一下的內容，展開談一談他的意思到底是啥。先來看一下他的視頻中談到的一些價值觀問題。第一個觀點，他就是他說我沒有什麼目標，我這個人一直胸無大志，我覺得自己就是普通人，能過好小日子就挺好。我覺得這句話恰恰就說明了段永平吧，他是悟到了人生的真諦的，就是人生就是來體驗的，不要搞那麼多宏大的敘事，能體會到每天簡單的幸福以及擁有時間的自由，通過閱讀和經歷，讓自己的認知呢盡量的足夠高，我覺得這就是人生的意義。馬斯克不都是說嘛，這個世界也許就是虛擬的。他說他認為這個世界就是虛擬世界其實大家都是 NPC。那來這個世界走一遭，其實就是來體驗生命的，就是盡量的讓自己每一天能夠快樂。然後遇到一些不開心或者不順心的事兒，就想沒什麼大不了的，都是 NPC。尤其是在人生的後半段，不要盲目的再去追求什麼成就感、宏大敘事什麼這些東西，迷失自己，浪費時間和生命。他的第二個觀點就是，如果你的決策是基於長遠的，決策犯錯誤的概率就會低一些，這點我就特別贊同。但我覺得他沒有說得很充分就我展開說一下，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其實就是預測能力。那你只要預測能力非常強，你一定會賺到大錢。而提升預測準確率的方法，就是通過歷史和經濟規律看未來。這個未來呢，短期你是很難預測的，因為變量太多了，會影響短期的這個結果。但是長期看，你就會發現很容易預測呀，因為趨勢就像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有一種必然性。認清了這種必然性，你預測就會更準。基於這樣的長期的必然性所做出的預測，那你的決策呢就會很準。也就是說，比如你投資一隻股票，那你要看10年以後以及20年以後，而絕不要想它1-2年以後、明年後年會怎樣，那你就會少犯錯誤。第三，段永平就是認為學習是有代價、有曲線的，就是你可能會犯錯，那你在做對的事情的過程中呢，這些犯的錯誤其實是可以接受的。他這個觀點其實就是在講，犯錯其實也是成長和學習的一部分只要這個錯誤它不是致命的錯誤，不僅這個犯錯是可以接受的，反而會因為犯的這個錯誤，你吸取了經驗教訓會更強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你追求從來不犯錯，反而非常容易動作變形，犯更大的錯誤。我以前在投資過程中就犯過類似的錯誤，所以你的體系就是建立一個能夠容錯的體系，這樣呢，你投資組合也好，或者你的其他的事業就會相對比較安全。比如說我在前幾年投資算力股票的時候，不僅追求這個股票它未來的一個增長趨勢，而且非常看重當時這個公司本身的這一個財務方面的一個數據，覺得要特別穩健，負債率要低等等結果為了追求這種完美的確定性，我就放棄了幾隻財務方面沒有那麼穩健的公司，有幾隻股票反而實現了接近5倍以上的這個漲幅。這個例子也許不那麼恰當，但確實給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經驗教訓，就是有的時候你過於追求完美，反而會容易犯更大的錯誤。他的第4個觀點就是價值觀認同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第4點，我覺得只要結過婚的人都會有共鳴。那婚姻其實就是一個最小的經濟經營單位，你就會發現如果這個價值觀不同的夫妻每天在內耗，精力消耗在雞毛蒜皮，或者是在一些大的方向上無法得到統一，比如養育孩子該怎麼養，孩子生病了是優先看西醫還是看中醫，如果這些問題存在價值觀上的偏差，那這個家庭生活就會荒腔走板，雞飛狗跳，難以獲得幸福和和睦。
反之呢，如果双方價值觀一致，劲儿往一處使，力出一孔，就會減少消耗，多出很多包容。遇到困難呢，也能協力解決，出現問題也不大會互相抱怨，獲得成功的概率就會大大增加。对，其實你就像巴菲特他也說過哈，他覺得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選擇什麼樣的人作為你的人生伴侶，對，來一起走過這個漫漫的人生歲月。有一句話我很喜歡啊，叫做人生百年，選對人，走對路，方成大幸。以上啊就是關於價值觀它最重要的幾個觀點哈。我們下面來看看他怎麼看企業的經營。聊企業經營其實聊投資，段永平非常重視這個戰略和文化。他在這方面有2個觀點。第一個觀點啊，就是產品趨勢都沒有問題，誰都看得見，但是它的文化非常重要，可以說決定了企業的發展。第二個觀點就是在戰略上、文化上如果出問題了，管理的再好也救不了一家公司。那麼結合近期小米公司的案例，就可以看得很明顯，就是因為現在輿論認為啊，小米公司過度於強調這個營銷，在發布會上通過各種各樣的數據來說服他的用戶，覺得他的產品非常厲害。那這也引發了很多自媒體的模仿热潮哈。我們前2期節目還講過這個事兒。那麼作為一個做產品的公司，如果它過於注重於營銷，而對產品本身的精力投入的不夠的話，經驗積累的不夠的話，那麼營銷過度，最後反而會形成一個反噬哈，不僅影響公司的品牌和形象，最後呢還會體現在這個銷量上。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段永平他持有的產品類的公司，它就是主要2個，一個是蘋果，一個是茅台。因為這2個公司你看都沒有過度的營銷啊，包裝自己，而都是靠自己內在的品牌和品質來打天下。可以說小米看趨勢看的都沒有問題，無論是前期做手機，還是後面做這個新能源車，以及未来要做機器人，這都是行業的大趨勢。但是如果它在文化導向上出現了一定的偏差，那这個企業就出現了一些不確定性的因素。我們也可以看到近期小米的股價也是大幅的下跌。當然了，我覺得小米這家公司啊，它最後在雷軍這樣的一個非常優秀的企業家的帶領之下，應該能夠走出那個泥沼。現在它的下跌也許是未來的一個撿漏的機會哈。我們要看它的文化上以及它的營銷上，未來有沒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轉變哈。這也是觀察小米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點。關於企業經營，段永平說对他影響非常大的一句話，就是德魯克的那句叫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對。那這簡單的一句話其實是說了2件事情。前半部分做对的事情指的是你的戰略和趨勢要看準做對啊，那後面把事情做對，就是說你在做事情的時候，要在管理等等各种細節方面，在執行層面，在研發層面等等，你要把這個細節要做好。所以這句話絕對是一個精華的總結。它的另一個觀點就是說，凡事只要花5秒鐘想一下這個事情，一輩子會省好多事兒。其實他這個話，我覺得呢說的5秒鐘有點誇張。這句話的另一層含義就是磨刀不誤砍柴工哈，就是說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你一定要多想一想，把腦子先開動一下，因為你動腦子，其實是你的成本是最低的。對你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時間成本的一個付出，但是如果你把事情想清楚了，你可能就會少付出很多沉默的其他的成本。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說你做了一個市場上其實沒有需求的產品，你做了這個產品，開發了模具，然後做了很多研發投入，最後呢你發現你不得不把這個產品砍掉。所以說凡事先多動腦子，這個成本的代價其實是最低的。那結合以上觀點，段永平自己總結就說說我們公司如果說坐下來要討論一個業務有沒有錢掙的時候，會有一句話叫做這是不是件對的事情。如果感覺不是对的事情，我們很容易就停止。接下来我們就看一看段永平的投資思路哈。可以說段永平因為他經營過企業，所以他在聊投資的时候，他就會從企業家的角度看這個企業未來能不能經營好，這也就導致了他的投資為什麼一直非常穩健哈。他的第一個觀點就是你要看懂公司，這個很難。為什麼說投資其實也挺簡單的，但是呢又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個簡單在哪兒呢？就簡單呢，就是說其實你無非就是看公司呢，看懂生意，然後看懂未來的現金流。那難在哪兒呢？就是說你很難做到前面說這幾點。就大部分公司你就是不容易看懂的。让我想到一点啊，就像你說，大部分公司它是不容易看懂的，但是普通人可以参考，就是說你起碼可以看一下這些公司持有的資產。因為我記得很早的時候，大概10多年前那會兒，咱們不是買了用友軟件的股票嘛？對。其實當時用友軟件，你有一句話就是給我印象還挺深的，因為你知道用友軟件在北京持有很大一塊地，你說那塊土地的價值，你查了一下，就跟當時用友的那個股票上的市值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說，
說哪怕這個公司土地加上那個樓面的價值，是差不多，哪怕就是这公司1分錢不賺，它這個土地都能夠保證它這個價值是不虧的，所以我們當時基本上就是還持有挺大倉位的。對，但可惜我最後也沒有持有到它最後暴漲接近30倍。用友軟件後來之所以暴漲了高點達到近30倍左右啊，也是因為它引入了什麼網絡、雲和什麼智慧的這些概念哈，当然有炒作的因素在裡面了。但是不得不說啊，我只看懂了它資產的一部分，就是說，比如它業務本身以及它自己持有的那些土地和楼宇的資產，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它未來這個趨勢哈，這個太難看懂了。這就是我對這個段永平這句話的一個體會哈。如果你真能看懂的話，那我可能就持有的那就不是幾倍，而是可能至少10倍以上。然後段永平又說呀，他自己投过的比較大金額的，最早呢是網易，後來是雅虎。投雅虎其實就是想買阿里，後來呢，然後就投資到了蘋果、騰訊，然後這些呢，其實投資都給他帶來了很大的一個收益。然後他也談到了他一次稀里糊塗賺大錢的經歷，就是投拼多多。他說這拼多多特別特殊，他在早期初創的時候啊就已經投了，所以他說他投的錢其實比重很少，但是賺的錢確實非常多。嚴格意義上來說，他不是看懂了往裡投的，他是稀里糊塗投的。我記得黃峥不是還說嘛，他之所以創立拼多多，應該也受到了很多這個段永平的啟發呀，沒少跟段永平交流。最起碼段永平會給他很多指點在商業方面哈。可以說，你看段永平這幾個投資案例，我覺得雅虎這個是可以理解的，就是雅虎是所有人都能投得進去，都能看懂的。然後到蘋果哈、騰訊都是很多人都能看懂。但是他投資起家那個網易，這個我覺得確實不可複製。包括拼多多，就拼多多黃峥創始人是可以說有人說是他的門徒哈。那門徒咱可能談不上，但我估計啊，他最起碼是他早期就非常認識、非常了解的一個人。所以說段永平有機會在早期初創的時候投入一個種子基金進去，這個是大部分人是沒有這個機會的。第二個呢，就是投網易，因為他認識網易的老闆丁磊，所以他能夠跟丁磊做充分的交流，就說你看當時網易因為有退市的風險，導致股票大跌，已經低於1美元了。那你看作為一個普通投資者，比如說我肯定是不敢投網易的，因為這個確實有可能就退市了。但段永平不一樣，他認識丁磊啊，那丁磊告訴他說有很多辦法可以讓這個股票那個票面價值回到1美元以上，而且呢，網易未来會在哪方面會有一些發力啊。然後他又是做遊戲出身的，這個段永平以前做游戏機嘛，所以他了解遊戲在金錢世界裡面啊那個巨大的一個賺錢能力。那這些信息啊，就導致段永平敢於大手筆去押注網易，可以說他把他當時在美國大部分的錢都買了網易。你想這一般人敢於下這個決策嗎？還要生活的呀。雖然段永平投資網易和投資拼多多的經歷太特殊了，我們沒有辦法學習，但是他現在的投資經歷，比如他現在持有的，他說就3隻，蘋果、騰訊和茅台，主要就這麼3個。那茅台肯定是虧了呀，茅台現在的價格都一路走跌，以前還要溢價買，現在原價都還要往下，可以打折了。對，那我跟他不同的觀點就在於茅台上，我認為茅台啊應該還會繼續跌，而且跌到什麼程度都難以想象。可以說現在茅台的消費邏輯已經徹底變天了。為什麼茅台能成為商務宴請上的一個主力軍呢？是因為以前企業在宴請政府工作人員的時候，往往就要上個茅台。如果你不上茅台，你上的哪怕是五糧液，就口感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你這個對人家的重視程度就打了一個折扣。所以那個時候，只要重要一些的場合、重要一些的人物的宴請，那你就必須得上茅台，不上茅台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但是現在可以說，這種商務宴請已經沒人敢去參加了。那現在的茅台的消費場景主要就回歸到了正常的這個企業之間的商務宴請，或者是家庭之間的這個親朋好友逢年過節的這個消費。可以說公務宴請這一塊的茅台消費就已經這麼一大塊就已經沒了。那麼在親朋好友聚餐的時候呢，其實沒有必要上茅台，很多人可能還反而喜歡五糧液啊、西風酒啊，還有江小白呀、物美價廉。對，可以說茅台以前是凸顯這個你對你宴請的人的尊重和那種尊貴感，所以上茅台。現在呢，就大家都實實在在的消費也降級了，是吧？然後商務宴請沒有必要那麼高規格了，那所以茅台未來的消費场景是大大降低。所以茅台未來我認為啊，它再腰斬一下都是有可能。現在對於段永平來說啊，他一直認為嘛，
持有其實就是買入，也就認為他現在認為茅台是可以繼續買入的。那這個我真是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小汪现在有公務在身哈，我繼續跟大家聊這個段永平的股票和投資問題。他的下一個觀點啊，就是眾所周知的啊，買股票就是買公司啊。這個觀點呢，跟巴菲特是一樣的，我就不再重複了。當然，他也強調了這一點的難度，就是說有1%的人能真懂這句話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做到就更難。但我可以給大家提供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你可以去嘗試一下，去理解什麼叫買股票就是買公司。就是啊，你真的去做一個小企業，你可以兼職去做啊。你只要去經營過一個企業，你就知道做企業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要打交道的，要怎么去控制成本，要怎么去雇佣人员，以及成本都在哪裡，以及这個難度在哪裡。所以說，做過公司的人和沒做公司的人去投資股票，那個思路和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我給大家我認為非常實用的一個建議。他的下一個觀點就是啊，當你懂了以後，你就不會受市場的影響。就說如果你還天天看市場，天天看動態，那你應該就是大概率就是沒懂。那說白了，其實這個觀點跟巴菲特是類似的。巴菲特呢，就是遠離華爾街，住在一個類似於鳥不拉屎的一個地方，他去遠離市場，他不受市場的這個擾動的影響。當然了，我覺得美國市場和中國市場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區別。就在美國市場，你肯定是可以這麼做的，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總體來說它是比較穩定的，抗衝擊能力也是非常強的。然後美元呢又是全球通用的貨幣，但是中國市場啊，它受政策的影響就會更多一些，波動會更大一些。那如果你要想賺到一點波段的錢，那你還是不要完全的遠離市場，你還是要看看政策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力，比如新能源車等等哈，鋰電池，這其實都是可以通過政策能夠賺到錢的一些趨勢。當然，我覺得段永平當然是段位更高一層，他就想買那種根本不受政策和市場波動的影響的這些股票，比如他就買騰訊和茅台。但是我覺得他也沒有算到一點。就是這個茅台其實也是受到了政策的影響，剛才我已經講過了哈。之後呢，段永平還提到了一點，他教大家一個簡單的賺錢方法，就是買標普500指數。最後呢，你只要買了這個指數的人，總是賺錢的。然後他也提到了巴菲特經常講的安全邊際的概念，他認為這個安全邊際指的是你對公司有多懂，這是段永平的理解。他是說，這個安全邊際並不是說這個有多便宜，便宜的東西可以更便宜啊。那以茅台為例，你看段永平認為茅台現在是可以持有，他的觀點一直是其實持有就是可以買入的意思啊。那也就意味着段永平認為現在茅台是便宜的，但是我就認為這個茅台啊，它還可以再腰斬的，就便宜的東西可以再便宜。那至於我和段永平到底誰的結論是對的，那麼就有待時間的檢驗。我想未來2到3年就可以看到。最後他談到了他為什麼投資蘋果，他就認為啊，蘋果不是那種生意導向的公司，他是非常在乎把東西做好，非常在乎用戶的體驗，非常在乎如何改善，是想得很長遠的一個公司。你看這個角度，就是說他看蘋果，他肯定是看蘋果10年、20年以後，而不是看蘋果現在短期在做什麼哈。而且呢，這裡面也談到了蘋果的文化，其實是在乎用戶的體驗，非常在乎如何改善哈，如何想得長遠，把東西做好。那這些觀點也都和段永平之前的觀點都是非常吻合的。他也談到了電動車和特斯拉本人。他說啊，電動車這個生意不會太好，會很累，因為差異化很小。但是，特斯拉做電動車做出了差異化，這確實哈。大部分電動車的生意，他認為啊，就會做得很艱苦。那特斯拉呢，總體來講現在是做得很好，款式少，產品很單一，量又很大，所以它的成本就會比較低，它是非常有錢賺的。他也講到了馬斯克，他認為馬斯克是個牛人，毫無疑問。那肯定比段永平牛多了，但是不意味着段永平會喜歡馬斯克，就是他可能不太喜歡。他也談到了電動車這個捲的程度啊，就是現在他認為電動車跟當年的做遊戲機類似，就是非常多的廠家在捲到這個賽道裡，捲到最後呢，只有幾家是賺錢的，那其他那些全都是要倒掉的。所以他認為現在人們看到的電動車的廠家大部分都會死掉，這個他是非常肯定的。誰會活下來？他說他也不知道。我估計這就是為什麼他沒有去買電動車企業的原因。他還說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我相信每個投資者啊都遇到過這類似的問題，我也遇到過哈。他說一個股票，如果你要是扛不住掉50%跌，也就是跌50%，你就不應該買。換句話說，就是你買一個股票之前，你先想象一下，它現在跌50%了，你受不受得了？你是否在跌50%的時候還有膽量？
還有資金能夠繼續持有它。如果不行，如果跌50%的時候你絕對受不了，你會擔心它繼續跌50%，那你就不要買這只股票。對於這個我是有深刻體會的，我曾經就是持有過多只股票，都是在買入之後就下跌了20%到30%，甚至有一只股票非常誇張，我当天買入，第二天它就来一個跌停，但是呢，我撐住了，後來那只股票確實也暴漲了，但確實也有一些我沒有撐住，在下跌的過程中，或者是在下跌了深度下跌之後，它稍微漲一漲，我就早早的把它賣掉了，就割肉離場了。所以這些深痛的教訓啊，其實也都是在告訴我們，你一定要懂這個公司，懂這個公司，你才能夠在它跌50%的時候，你還能夠輕鬆的持有，甚至你敢於去加倉。所以对于段永平這句話背後的深意，其實還是你要懂這個公司，只有懂了，你才敢於在它跌50%的時候繼續持有。那接着他又談了關於他買入茅台的一些觀點哈，其實第一個觀點就是不喝茅台、不懂茅台酒的人，確實是很難持有茅台的。這個我覺得說的有道理哈，就是他可能是真正悟到了茅台酒的一個區別，跟其他酒的一個區別，所以他能夠深刻理解這個東西，它確實就是好，永遠好啊。那第二個觀點啊，就是他認為茅台和白酒是兩個東西，就像有些人說這個邊牧和其他狗是兩個東西一樣哈，就是茅台和其他的白酒，那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存在。我誇張一點說，就是說，你看這茅台就類似於啤酒，那其他酒就類似於可樂，就是他們就是完全就是兩個東西。那至於是為什麼是兩個東西啊？我覺得有兩點，一方面啊，就是他認為茅台這個口感，我前面講了，就是跟別的酒是完全不一樣的，就是你再怎麼模仿茅台，你也是模仿不出來的。那第二點呢，就是茅台在宴請上面的那種尊貴感跟其他酒是完全不一樣的。你上茅台和不上茅台，上任何其他的一種貴的酒，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就是茅台對客人的這種尊敬程度上，跟其他酒是獨一檔的存在。所以說他會堅定持有茅台。然後他也談到了，如果你認為這個宏觀環境一直不太好，你投別的也會慘呢。你買入茅台那股息的話，那麼你每年的投資的回報，也就是分紅都可能有3%到4%，肯定比放在銀行那個存款利率要好，肯定又比那個在買其他股票虧要更好。所以他認為這個投茅台啊，就算現在他會虧一點，但是總體上來看，那在這樣的一個宏觀的經濟條件下，那肯定比其他投資其他的要好。當然他也認為啊，在現在這個宏觀條件下，這個茅台呢有可能會繼續跌，完全有可能。他認為有錢就要繼續買哈。那關於他這個觀點，我是完全不贊同的哈，因為現在未來的趨勢還是很明確的，就是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那在這兩個領域，未來會有爆發性的機會。即便整體的經濟大環境不好，你可能其他的很多行業確實在虧損，但在這些有明確的趨勢的這些領域裡面，肯定有一些爆發的機會，這些機會要比茅台的這種確定性的下跌的投資機會要好。這就是目前我跟段永平最大的一個觀點的差異。然後段永平呢也聊到了 AI， 他認為啊 AI 就如同工業革命一樣，但是呢這個泡沫就會伴隨而來。泡沫的特徵啊就是人人都跟着一起買，這個股票全都大漲哈。凡是只要說AI， 那就大家就衝進去買。他認為這個時候這樣的股票就不要再買了。同時他也引出啊，就是說他認為炒股票是危險的。這炒的意思就是你每天可能看這個動態啊，看日線，然後你來回波動，你去炒，這叫炒股票。他認為啊，你是永遠炒不過梁文風的。你看做 AI 的這些人呢，你要通過看圖看線去炒股票賺錢的，那就是鐵鐵的韭菜。因為你用人腦去做短期的決策，你是遠遠比不過 AI 的，你遠遠比不過那些量化的這些基金。當然了，段永平很自信的說啊，你 AI 是收割不了他的，因為他就是買入了不動。比如他拿了茅台，就是拿着不動。所以說那些量化機構靠着什麼 AI 來進行收割的，根本就割不到段永平這一塊哈。同時啊，他也指出，如果現在你還要通過看圖看線做日內交易來賺錢，大概率會比你以前更難賺到錢，就是因為 AI 的出現。最後呢，他也聊到了子女教育和他自己的一些願望哈。我覺得做父母的都可以听一听，畢竟段永平的認知還是很高的哈。首先他談到的一點啊，就是說父母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是為了給孩子增加安全感。那反過來呢，降低安全感的事情就不要做，比如打孩子啊和呵斥孩子。他還指出啊，这個家長給孩子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是在教他怎麼做事情。比如你罵他，就是在教他罵人；你打他，就是教他將來打孩子；你跟他發脾氣，就表示啊，他可以發脾氣；你對他好，就表示他應該對人好。那作為同樣是父親的我呢，對段永平的這個觀點我是部分贊同。
贊同的方面就在於確實是他這個觀點提煉的非常好。就是你家長給孩子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實為了增加孩子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將伴隨孩子的一生。所以就像那句話說得好嘛，好的童年會治癒孩子的一生，不好的童年會讓孩子一生來去治癒他的童年。那我不同意一點啊，就是說，其實孩子他並不是一個機器人，他也並不是一個小動物。你說你想教給他什麼，或者你示範什麼，他就能學到什麼嗎？是很困難的。這孩子他有自己的脾氣，而且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会願意接受引導，有的孩子就確實是天生反骨啊。你給他講道理，他是反感的；你給他做示範呢，他又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說，有的時候對於不同的孩子，你確實要區別對待。你要看他是什麼樣的孩子。然後呢，对於那些自控能力差一些、領悟能力差一些的孩子呢，你確確實實要給他設立一定的邊界，可能要嚴厲一點啊。當然，我們不展開講。然後段永平呢又談到了自己的一個人生體會，就是他每天都在幹點事情，就是做自己享受的事情，做你自己能夠喜歡的事情，他觉得很重要。而且呢，就是因為你喜歡，你才能做得好。对於這一點，我是非常贊同的哈。尤其是隨着人的年紀越來越大，你就越應該取悅自己，做自己喜歡和擅長的事情，把時間用在這樣的事情上面，才是享受生命，也是珍惜你自己的时間。另外，他還提到一点，就是你要是真不懂投資，就不要碰。炒股是很賺錢很難的，大部分散戶在牛市和熊市其實都是虧錢的，80%甚至90%的人都是在虧錢。所以你不要覺得自己是特殊的那個人，除非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點我太贊同了。就是炒股好像很簡單，你可以發現你周圍的人幾乎人人在炒股，那些老頭老太太也都在炒股，是吧？好像动动手指你就能賺錢一樣，但其實恰恰相反，很多大爺大媽去市場買點菜都要斤斤計較，幾毛錢都要斤斤計較。但是買股票的時候，他根本就眉頭都不皺，然後聽一些專家的建議，或者覺得感覺来了，他就敢去下手去操作。他都不想這個只要動一下鼠標，他這個手續費啊都要幾百甚至幾千塊錢，可能都夠一些大爺大媽一個月的吃喝了。所以段永平最後總結那個非常对，投資的前提是你要懂企業，你要搞懂它，或者你看到裡面合理的東西，你覺得這個東西是有道理的，你再投資。其實這還是印證了那句話，有的時候啊，往往免費的就是最貴的，你看着最容易的，它其實是最難的。好，本期就分享到這裡，下期再見。